雕花课程。那雕花呢，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雕花是属于那种立体的，是不是？然后立体的浮雕的感觉啊。然后雕花分为微雕花，然后2D 雕花和3D 雕花3种。然后咱们从最简单的微立体雕花开始讲。微立体雕花，微立体雕花啊，微立体雕花，微立体雕花也称为什么呢？也称为浮雕花。这个大家就可以联想一下，那这个微立体雕花、浮雕花有哪些款式在做这个？像毛衣款是不是？毛衣款是微立体的，石膏款啊也是微立体的。然后这一类叫微立体雕花。那么微立体和浮雕花呢？然后咱们所用的材料啊，材料是什么？是立体胶、石膏胶。石膏胶啊，立体胶、石膏胶，然后咱们这个立体胶和石膏胶都可以自己去调一下啊。如果新手宝你们没有这几种材料的话，那么你们可以自己调。那么立体胶怎么调呢？就是浮雕胶、立体胶啊，浮雕胶、立体胶怎么调？然后立体胶你是可以用这个免洗粘钻胶，免洗粘钻胶，然后加上色胶。或者是彩绘胶，彩绘胶去进行调和使用。然后咱们这个石膏胶，石膏胶是在免洗粘钻胶加色胶。或者是彩绘胶，然后再加上什么？加上咱们的这个亮星啊，亮星粉、亮粉，或者是这个砂糖粉，进行调试啊，进行调和使用。然后咱们这个款啊，咱们这个微立体雕花能做什么款式呢？可以做毛衣夹，可以做的款啊，做的款是毛衣夹那些稍微有点浮雕的花纹是吧？然后再就是浮雕花纹，你像罗马风浮雕花纹这一些啊，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罗马纹啊，罗马纹。它这个主要的就是微微有点凸起啊，微微有点凸起的感觉。然后再就是你像咱们前几天给大家出的这个冰花啊，用这个免洗粘钻胶直接浮雕的冰花款式，或者是这个毛呢小香风款的。毛呢小香风款也属于咱们这个浮雕里面的这个啊。然后可以做的款，比如毛衣夹、浮雕花纹、罗马纹、冰花款、毛呢小香风款，这一类都属于浮雕款啊，这一类都属于浮雕款。然后我们的这个呢，就是一会儿给大家进行操作啊。你像新手宝宝可能不太理解，那么咱们一会儿把这个微立体雕花给大家去操作一下。这个呢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啊。那么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相对来说就比较有难度了啊，水晶雕花。咱们这个月的有一节水晶课，是不是？然后水晶雕花啊，然后咱们先说一下材料。那么你需要什么材料呢？用水晶雕花，水晶雕花的材料是水晶粉，对不对？水晶粉、水晶液啊，然后再加上水晶笔，然后还有纸巾啊，纸巾。然后你先需要这个啊，然后再加上雕花笔。因为你在做不同的这个用法的时候，它可能用的就不一样啊。然后水晶粉、水晶液、水晶笔、纸巾、雕花笔加水晶杯，这是用的所有的材料，然后去制作这么一个雕花。然后它的特性是什么？这个水晶雕花的特性啊是结实，它非常的结实，它相对于就是咱们的雕花来说的材料里面，它是属于最结实的。那么呢，它这个像这个水晶延长啊，也比这个光疗延长要结实。它第一个特点就是结实，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速干性。
啊，它是具有速干性的，它干的速度特别的快啊，它干的速度特别的快。再就是什么，它不需要照灯，不需照灯，它是自然风干的，不需照灯，自然风干。咱们做以了解啊，它是不需要照灯自己风干的。然后呢，它的这个缺点啊，说一下它的缺点是什么？它的缺点就是气味大，气味大，气味大主要是源于哪呢？主要是源于咱们的这个水晶液啊，水晶液，因为水晶液它是有气味的啊，有的人喜欢，有的人特别反感这个味道啊，因为这个水晶液我就属于很喜欢的那种，我感觉它挺香的，但是很多人他就是很不喜欢，很不喜欢啊。然后特性说了啊，结实，速干性强。速干性强，然后咱们操作的时候手法就要快，然后不需要照灯，是自然风干的。这个缺点就是气味特别大啊，气味特别大。然后咱们的操作手法是什么呢？操作手法是我们就是水晶粉、水晶液啊，水晶液比占水晶液，然后加上水晶粉。形成一个什么呢？形成一个水晶球，水晶球。然后这个粉球呢，不要太稀啊，粉球是不要太稀，也不要太稠，不要太稠啊。如果你太稀了的话，我等会儿我会说一下，这个要求就是水晶球啊，不稀，不要稠。然后如果稀的话呢，如果你这个水晶液多了，水晶粉少了，然后它就是这个球会相对来说细一点，它是流淌型的，流淌性啊，流淌啊，容易流淌啊。然后再接着呢，就是不塑形，能了解吗？不塑形啊。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再去雕花瓣的时候，它就不可能呈现一个花瓣。你在操作的时候，手法上也相对来说就是会怎么呢？有难度啊，有难度。然后如果稠的话啊，再讲讲稠一点的话会怎么着？稠一点的话，就是说你的水晶粉太多，水晶液过少啊，水晶粉太多，水晶液过少，它稠是怎么样？有粉状物，有粉状物，就是它会干啊。一会儿我会给大家操作看，有粉状物，然后干，不定型，不定型，然后就无法塑形。如果新手宝啊，新手宝来说，你容易出现这个现象啊，这个现象呢还稍微差一点。最容易就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就是掌握这个笔的这个取胶量，不是取粉量、取水量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然后咱们的这个呢，水晶花雕出来呢，它是2D 雕花。水晶粉雕花它做不了3D 的效果，2D 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给大家找一个甲片看一下啊，这是我给大家做的这个水晶粉的雕花啊，2D 雕花，咱们顶多就是做2层、3层，然后但是它呈现不出来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效果？是这种立体雕花的效果，这属于3D 雕花啊。那么这个就属于2D 雕花，它是属于2D 的雕花。然后呢，比浮雕花立体，比这个浮雕啊，比浮雕立体。比浮雕立体，咱们知道就行了啊，比浮雕的显立体。然后咱们这个水晶雕花呢，咱们是可以做内雕花啊，内雕花，然后也可以做外雕花。那我把内雕花给大家讲一下，内雕花是什么意思？像琥珀一样的，像琥珀一样的，然后使花朵然后镶嵌在嵌我不会写，在指甲内然后这个是内雕花。那么外雕花呢，它就是在甲面上，这个都能理解得了啊，这个都能理解得了，就跟大家说一说区别。你看像这个花，它就是外面包了一层光疗胶，其实咱们也可以用水晶粉，然后就是金飞老师这个水晶粉呢有点颗粒感啊，然后就可以用这个延长胶，光疗的延长胶去做。你看做的是这种琉璃的效果，它整个花朵是在里面的是在里面的，它这个地方是那个平面的花是在里面的。
然后这属于咱们的这个水晶雕花啊，水晶雕花。然后咱们记一下然后再接着它这个还有一点就是颜色上颜色水晶雕花，然后水晶粉的颜色就是颜色少一些。你像平常咱们雕花的话，用白色的多用白色的多。这个水晶粉有白色的、透明的，这是居多的白色、透明，还有粉色。我们在学习这个雕花的时候，我们去用白色就好，其实也有彩色的现在市面上最多的雕花粉的颜色，雕花粉色是24色但是这个粉的颜色呢，它会有点偏太实了。这个颜色它是有点偏太实了，然后呢会有颗粒感毕竟它这个是粉状，它会有颗粒感。咱们做一了解就行了。然后你们想去练习的话，你可以就是直接买白色的，然后加上水晶液然后水晶体去那个进行练习。然后呢，这个呢就是咱们可以做一了解。现在就是目前市面上的话，咱们这个水晶粉用的相对来说较少相对来说咱们这个水晶雕花也好水晶粉也好然后水晶延长来说，相对于呢就是较少。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有气味，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咱们呢就是做以了解，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然后来告诉大家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取粉的量有多少，咱们一会儿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好，那么我们在进行操作的时候然后我们的手法是什么样的手法呢？像手法然后刚才说了水晶液，刚才写了一个手法了是吧？水晶液加粉然后等于水晶球。然后这个呢就是主要是讲这个操作手法的这个球这个球。然后咱们这个是讲咱们上手了水晶球。然后就是适量了以后，我们是先放于甲面上，稍等1到2秒钟因为1到2秒钟它会挥发稍微固定，然后好操作。然后操作的时候手法要快，手法一定要快，因为它是一个快速成型的那么一个状态然后手法要快。然后我们就是雕完一个花瓣后，雕花一个瓣完成后我们再进行完成后，然后风干再进行第二个花瓣的操作，给大家说一下操作。然后像这个我们在雕的时候，我们是先雕完最底下的这一个花瓣然后我们再雕这一个，然后我们再雕这一个，然后3个花瓣形成一个小花朵。然后呢，我们再附加第2层的话，我们是可以再雕这个，再雕这个，再雕这个，然后第3层是再雕这个，再雕这个。然后我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水晶它是很硬的，你看我的指甲都出现这种白痕了，我在用力我的指甲都出现白痕了，它一点也不会动，它是特别结实的一款好，然后我们这样雕花一个瓣完成后，再进行第2个花瓣的操作，以此类推，形成整朵花以此类推形成整朵花。然后可封层，可不封层。这是属于在甲面上操作，甲面上操作，然后就是这样，可封层可不封层。那么封层呢，它出现了是什么效果？是亮面的效果，亮面效果。然后不封层呢出现的质感是磨砂质感大家明白就行有所了解明白。然后这个是在甲面上然后你可以封层，可以不封层。然后如果封层的话呢，就是亮面的效果；不封层就是磨砂的效果。然后我们这个因为可以做内雕嘛内雕的时候。
然后接下来是内雕花，内雕花啊，刚才有一个电话进来，内雕花，内雕花啊，然后我们是在花瓣、花朵吧，花朵平雕完以后啊，甲面上可以平铺一层光疗胶或者水晶混合，咱们就知道了是透明水晶粉加水晶液啊混合体，把花朵包裹起来后进行打磨抛光封层，打磨抛光封层，然后形成琥珀感啊，形成琥珀感，然后这个就是内雕了啊，这个就是内雕。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啊，然后咱们是水晶粉蘸水晶液啊，咱们拿笔水晶液去蘸水晶粉，形成了小球之后，放到甲面上去进行雕刻啊。然后在甲面上的呢，就属于2D 雕花。然后内雕花是在这个花朵的基础上再铺上一层水晶粉或者是光疗胶，然后你铺完整个甲面，然后要去进行打磨啊，进行打磨抛光，然后清洗，最后封层。然后这个的花瓣要求什么？这个的花瓣要求薄啊，这个花瓣必须是要非常非常的薄，你才有可能做出这个水晶花要薄啊，然后水晶花简单这样写。这个要求就是花瓣要薄要简单，这样你才能做出内雕来，不然否则你做的这个就太厚了。而且水晶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它不好卸啊，它不好卸。然后接下来咱们就重点了啊，重点咱们的这个雕花胶，第3个，咱们目前市面上啊最好的一个产品就是雕花胶。雕花胶，一个是浮雕的，一个是水晶雕花，一个是雕花胶的雕花啊。然后雕花胶的雕花，我们先来说所需要用的材料。首当其冲就是雕花胶，对吧？雕花胶，清水，或者是有的产品呢，它需要用清洁液。这个呢，你们在购买的时候，你就要去问一下商家，我这个是需要用清水啊，还是清洁液去隔离？不然的话，它雕花胶有的呢会发黏，对吧？雕花胶加清水加纸巾啊，然后加雕花笔，然后再加什么？雕花工具，雕花的辅助工具。那么工具有什么啊？工具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手头上现在目前有的这一类工具，给大家看一下啊。不管你们就是在以后雕花的时候练习的时候啊，你们看看你们有什么工具。你像这个点珠笔啊，这是点珠笔，然后点珠笔后边呢是有这种硅胶棒的，对吧？然后工具我们可以用这种硅胶棒啊，硅胶棒。还可以用什么？还可以用这种榉木棒，看到了吗？一边是这样的，一边是这样的。这个在雕这个五瓣花的时候是很好用的啊。然后榉木棒，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这种可以用这种啊，雕花工具，这种就是这个金属质感的啊，金属雕花工具。这个一套啊，这个其实就是咱们就是看牙的那个牙科他们的一套工具，但是咱们用于雕花上是非常好用的。然后这个是属于曲胶棒啊，曲胶棒，然后你们做以了解就行了。然后这个是大曲胶棒，这个是小的曲胶棒，这个都可以曲胶调胶。我们在进行雕花胶的时候，胶与胶是可以调和的啊，然后你可以再调胶，等会儿会教的大家。这个呢，他们是叫做大刀神器，这个像关公的大刀。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这样的啊，是有一个这样的，你可以花瓣这样取下来放在你的甲面上。然后这个呢，他们叫小刀神器啊，这个是
另外的一个这个边，然后这个呢比这个边要薄。好，然后咱们的这个雕花胶、清水纸巾、雕花笔、雕花工具，就包含着硅胶棒啊、榉木棒啊、金属棒。当然，你们如果有钢推的话，也可以用钢推。不同的花型运用不同的工具，然后再就是还有什么再加上咱们的这个护手霜。护手霜为什么要用护手霜然后因为咱们这个胶性的它是容易粘手的，对吧？我刚才说它容易粘手，那么咱们在操作的时候要先去把手清洗干净，尤其是你在雕白色的胶、粉色的胶、黄色的胶这一类很清气、颜色很淡的这种胶的时候，咱们先去把这个手清洗干净清洗干净，然后我们再涂上护手霜，这样你在取胶再去揉搓这个胶体的时候呢，它就不会有粘连然后再用清水隔离，然后再去操作，一会儿会给大家操作看看。然后咱们这个雕花胶的特点雕花胶有什么特点呢？雕花胶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因为雕花胶是属于无毒环保型的无毒环保型的然后它呢没有气味，无气味，就是它几乎你是闻不到它的气味的然后呢，操作呢相对来说呢，这是它的特性雕花胶的特性，无毒、环保、无气味，然后操作起来方便，操作方便，然后可以做内雕，可以做内雕也可以做外雕，然后呢也可以做3D 立体雕花3D 立体的雕花。然后咱们这个雕花胶它其实就像橡皮泥一样3D 立体雕花它就像橡皮泥一样，你任何的都可以塑出来。你像咱们现在呢，就目前咱们就是学的话，可以雕这个小熊蝴蝶结呀、花朵呀、玫瑰花呀或者是那种芍药花呀等等这种花型。那么咱们在慢慢的进阶的时候，可能课程上我们就会把雕花胶弄成什么呀？比如说那种人物人鱼什么的这种花旦呀等等这种人物。但是咱们现在目前咱们就是以先把大家教会这个花朵为主然后呢，3D 立体雕花可以做什么外雕3D 立体雕花内雕，对不对？然后还可以做什么？还可以做人物我们先做以了解。然后呢，咱们这个雕花塑形的效果好，可使你雕的这个花朵可使你雕的花朵更生动更灵动，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逼真。这是雕花胶雕出来这个花朵的特点然后咱们这个雕花胶呢是需要每雕出一个花瓣就需照灯固化。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咱们在塑完一朵花瓣的形状以后，我们就去照灯固化，然后再塑第二个，然后再照灯固化，然后再塑第三个，再照灯固化是这样的。必须要我们就是每塑一个形，然后去照灯固化然后它是不可自然风干的你如果不照灯，它永远是那种黏糊糊的状态不可自然风干。然后这个也可以就是一次性雕完然后一起照灯。那你就像咱们比如说在雕这个五瓣花，因为五瓣花它是有花型的，对吧？五瓣花它是这样有花型的我可以给大家画一下。五瓣花是有花型的，它每一个花朵之间有这个距离。那么这个呢，你就可以照完，这个你就可以雕完了然后一次性照灯。然后你像如果你要是雕玫瑰的话，玫瑰它是一层加一层加一层加一层这样重合叠加的话，那么像这个话咱们就需要雕一个照一个，雕一个照一个，好吧？然后这个呢对新手宝是非常友好的，雕花胶对新手宝很友好。你们在做的时候就相对容易然后咱
咱们学习好了以后呢，咱们就用这个直接去做雕花就行了，因为它是比水晶雕花要好很多的哈。然后呢，咱们说说这个操作的手法，这就是它的这个特性。然后咱们说说操作的手法。刚才有讲解到，对不对？刚才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有讲解到，这个呢是什么呢？取适量的雕花胶。我先在这给大家做一补充吧啊，洗净手，咱们就以最详细的就是教给大家洗净手啊，然后涂手霜。然后咱们先洗净手，涂护手霜，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对吧？然后取适量的胶体，揉成小球，万事从球开始啊，揉成小球，然后用那个啥呢？用雕花笔压出形状，照灯，压出形状照灯啊。然后如果做五瓣花，小球可直接放于假面塑形。然后这是如果做五瓣花呢，小球可以放于假面去塑形。然后第二个，如果要是做3D 立体花，或者是做复杂的做立体花，就需在手上塑形后放于假面塑形。好吧，然后咱们在这儿补充一点的是什么？先看看磨砂封层，然后是不易于粘合雕花胶的。不利于粘合雕花胶怎么办？第一种方法是可以放 QQ 胶也属于雕花胶的一种QQ 胶也属于雕花一种，它是有弹性的哈。咱们就不单拿出来它讲了，因为它毕竟就是一个产品，有弹性就行了，大家知道。然后可以用 QQ 胶、透明雕花胶，必须是这2样透明雕花胶透明雕花胶，刮一点在假面上，刮一点放于假面上，再进行雕花再进行雕花。好，然后第二个是可以放适量的免洗粘钻胶，我老是把钻掉了。粘钻胶固化后，再进行雕花。有什么用什么有什么用什么。你们手头上有什么用什么。如果你们有这种 QQ 胶，现在市面上很流行的这种 QQ 胶，你们就用 QQ 胶。如果你们如果你们手上没有 QQ 胶，但是咱们有这个粘钻胶，咱们就用粘钻胶我充一个电，然后就用粘钻胶。然后咱们这不是进行雕花吗？然后这个是补充你们记笔记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补充一下，这个是补充。然后咱们还接着这个来，然后做立体效果，然后照灯然后五瓣花塑形，这个可以照灯再接着说。然后我们这个地方还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在给花瓣塑形的时候我们这不是说这个是应该怎么去做花瓣吗？那我们在给花瓣塑形的时候，塑形时是用笔蘸
形，塑形，塑形啊。然后在手上的时候，在手上按压花瓣，怎么说吧？按压花瓣，在手上按压花瓣的时候，是需要吸干水分，再放于甲面塑形啊，再放于甲面塑形。然后啊，咱们就是这样，立体雕花，立体雕花，花瓣一层压一层，然后呢，花瓣边缘是需要翻弄的，啥意思啊？啥意思？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花瓣啊，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侧面，这个好看吗？啊，这样看就能看得明白了。你看它是有这种波浪纹的啊，然后有这种波浪纹呢，就需要你去这样用雕花笔去挑一下花瓣，把这个波浪纹做出来。然后它这个是需要有波浪纹啊，波浪纹的，这样你做出来的花瓣才能更加的灵动。然后是一层压一层，你看到吗？从底下的，从这个花心位置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这样转圈的啊，顺时针或逆时针，顺时针或逆时针啊，不要东一半西一半，一定是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好，然后也是啊，这样啊，就给这个也是我一会儿要操作，也要操作，咱们就是这样一记，然后你脑袋里有一个印象啊，有一个印象，然后再就是啊，咱们这个雕花，咱们雕花胶这个雕花也是非常硬的，也是非常硬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就是很坚硬啊，也可以这样封层，也可以不封层。那么封层呢，也是同样的啊，亮面效果。不封层它就是磨砂效果。然后咱们这个雕花胶啊，咱们这个雕花胶都是免洗的，雕花胶都是免洗的。这个地方啊，雕花胶都是免洗的，然后照灯后就干了，啊，呈现的是磨砂效果啊，磨砂效果。还有我们这个雕花啊，我们这个雕花可以搭配整个的雕花啊，可以搭配饰品啊，搭配饰品特点是什么呀？特点就是华丽啊，确实就是非常的华丽做出来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高尚、高贵、华丽、高贵啊。然后就是米数高，价钱高啊，价格高的。价格高，咱们这个因为是纯手工的，要价肯定会高一些，它比那种饰品的啊，然后要高啊。保持时间长啊，这个雕花保持时间长1个多月没有问题，因为它很硬很坚固，所以说它保持时间长。然后但也要提醒顾客啊，提醒顾客怎样呀？就是提醒顾客也要注意一下，对不对？那虽然我是给你雕的很美，但是这个花瓣再怎样就是我以前也雕过啊，但是我干活我那个做饭，有的时候这个切菜就容易切掉啊，咱们提醒一下啊，那个碰到坚硬的东西可能会损坏，咱们提醒一句，就是说但是平常的话应该没有什么效果，没有什么那个不可以那个啥的啊，就是不要碰坚硬的东西，提醒顾客不要碰坚硬东西，好了啊，这就是咱们这个雕花胶啊，咱们这个雕花胶的这一些啊，咱们做了解。然后怎么去卸除？怎么去卸除呢？这个呢，就是用这个雕花胶，咱们再去卸除的时候，用卸钻钳把这些胶啊、珍珠啊，然后全部的就可以给它夹掉啊，懂吗？就卸钻钳就这样可以给它掰掉的啊，用卸钻钳
咱们这个雕花的这些内容就讲到这儿了啊，用蟹钻前雕前雕它，然后再进行正常的卸甲步骤。咱们有讲过卸甲，是不是？咱们之前的课程有讲过卸甲步骤。好，咱们卸除啊，用卸钻钳去卸掉，再进行正常的卸甲步骤。然后啊，这个不会卸甲的去看卸甲教程，好吧？咱们今天主要是讲雕花。然后呢，然后像水晶的话啊，除水晶的话，水晶就只能打磨了，水晶只能打磨啊，水晶只能打磨。这个主要是着重讲讲这个，因为水晶它很坚硬，你就是用卸甲包也好啊，它就是泡的时间再长，它只是能软化一点点，但是水晶甲的话就是打磨了哈。然后也是可以用卸钻钳去剪掉，就是甲面上附着的那些花朵，然后你再去进行打磨就行了。然后还有一个是怎么调胶，胶与胶之间是可以互调的，那你怎么调胶呢？然后咱们主要讲2点就行了，黑色是调暗，白色提亮。大家要记住啊，黑色调暗，白色调亮。那老师，我这个胶有蓝色的、绿色的，我想调一个别的颜色，你怎么调？那就根据咱们的这个课程啊，咱们不是有调色的课程吗？你们去根据那个去进行一个那个啥哈，进行一个学习操作。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黑色加白色去调灰色。黑色少一点，白色多一点，去调个灰色啊，黑色、白色调灰色，然后调出这个灰色来，你去搭配任何的胶都好看，显洋气。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这个是重点啊，黑加白调一个灰色，然后调灰色，你像你们有大红色、黄色这种很正的颜色，你可以去调这个灰色。你像咱们金飞老师这一套胶啊，它全是属于这种马卡龙色，就是偏小清新的颜色。然后你们在做的时候呢，它这个色其实已经是调好了的了，就不需要再去加工，直接上手去做的话也好看，也好看啊。然后它中间它第2个颜色是个灰色，咱们这个金飞老师它第2个颜色2号色是个灰色，你灰色去调任何一个色，就是带颜色的色胶都好看啊，都显洋气。你们可以试试它的这个。等你们有了胶，你们可以试试啊，或者你们现在手头上有胶，你可以调一下，然后再去搭配一个别的颜色，你们去调一调，然后看一看啊，还看一看。然后咱们这个雕花胶啊，雕花胶，然后它是颜色非常的全的，它的颜色很多啊，颜色多，然后厂家多，因为现在市面上都在做这个雕花胶啊，颜色多，厂家多，然后品类多。不同的品类啊，品类多是什么意思呢？它有的胶呢可能会软，有的胶可能会硬。然后有的胶适中啊，有的胶适中，然后不建议新手保用软的，因为你们操作不当啊，它又有流淌性。那么呢，咱们就用硬的或者适中的，咱们就是金飞老师的这个呢是属于适中的啊，就是软硬都很好用。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笔记课程啊就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进行实际操作一下，好吧？好了，这个是纹理胶，你们可以进行调和，是不是？这个纹理胶它是这样啊，有粘性的这种感觉，你们可以调和。然后浮雕胶，咱们来画一个花瓣吧，咱们来画一个小花瓣，画个雏菊花。好，看我们侧面看一下啊，它是稍微的有一点点凸起的那么个感觉啊。然后这个就是浮雕胶，雕花的一种，但是呢，有的人会把它捅到雕花里面，有的人不会啊，觉得这就是一个款式之一。但是呢，论起来它就是属于雕花的一种啊，因为它也是凸起的、有立体感的那么一个效果啊。我一般在画这个花的时候，我是这样去拖笔尖的，用胶去带它啊，你看了吗？它就能出现这么一个效果。然后这个你做完了之后，也可以上蓬层，也可以不上啊，根据你们自己个人的需求。咱们这个呢，就是你了解就行了，你了解啊，因为咱们在做款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不懂
它属于哪一类，对吧？因为你们以后也有可能会教你们的学生，所以说咱们就给大家分分类。那这个就是属于这个雕花的一种啊，雕花的一种。可能大家在看视频课程的时候，咱们有这个毛衣甲的视频，对吧？然后大家只会跟着去做，只会跟着去做。然后具体它是在这一类上的啊。好，等等啊。我这个浮雕胶也属于雕花的一种啊，然后也属于雕花一种，它是有点微立体感觉的啊。好啦，然后咱们接下来水晶甲、水晶液、水晶粉、水晶笔、水晶粉啊、水晶笔、水晶液。这个水晶液的气味有点大，咱们从第一步来进行操作啊。准备了一个是浅紫色和一个深蓝色啊，浅紫色和深蓝色。然后我们先涂一个浅紫色，这是一个灰紫的感觉。然后整体的给大家做个造型，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就是在做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啊？怎么去做？咱们这个理论呢相对来说少一点啊，但是主要就是实际操作，主要是实际操作。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你应该怎么去操作啊？你们手头有工具的呢，也可以跟着一起来练习一下。好，照灯啊，这个就完成了啊，这个它已经照干了啊。然后你们在调的时候用免洗粘钻胶就可以不用封层。好了，然后我们拿出甲片来以后呢，我们用这个深蓝色啊，用深蓝色。好，点一点胶放在上面，然后我们用深蓝色去给它做一个这个边框。你们可以随意发挥，我是想用这个颜色去给它做一个这种边框啊，不用太多。然后这是用的甲油胶啊，甲油胶，你们的甲油胶也可以这样用，然后戳戳给戳它。然后咱们的水晶啊是在封层上操作，就是你整个甲面做完以后，你是可以在封层上操作，你也可以在这个水晶延长甲上操作，都是可以的。我们的这个水晶延长甲也有讲到这个课程，是不是？可以再去回顾回顾你的水晶课程。这个我就是没有加底胶啊，没有加底胶，直接这么晕的，直接这么晕的啊，就是给大家做一个造型就可以了。好了，照灯，也可以再来一层，也可以再加深一层。我就快速的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你们在做的时候呢，手法上可以相对来说多注意注意啊。好啊，这么一个效果做的，来干化封层啊。好了，照灯，水晶液啊，水晶液，然后水晶粉，这个是白色的水晶粉啊，白色的显一点，然后我们就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啊，水晶粉、水晶液，换一下位置啊。然后水晶笔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笔帽扣在笔上啊，省得掉了，因为我们要经常的去扣起它来。我们先去这样，把我们的这个整个笔全都蘸在这个液体里面，给它蘸干啊，给它蘸透，让每一个笔的笔毛都有接触到这个液体。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去刮一下我们的这个笔，然后把多余的这个液体给它顺下来啊，顺下来。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取我们的水晶
粉儿，是这样往下去放，然后取上来，它是有一定的小的这个混合体的啊，它是有一定小的这个混合体，然后我们再来放到甲面上，然后这样的这个状态就是整整好好的一个状态。我们在选择这个水晶这个粉的时候，我们最好就是选这种慢干型的，你去雕啊，新手宝选慢干型的，然后不能多说话了，多说话它就干了，你看了吗？多说话它就干了。然后我们的水晶粉，你就水晶笔啊，因为你笔上有一定的水晶液，你去压着它，这样去走一个花瓣儿。它这个花瓣有个什么特点？它会非常的薄，它做出来的花瓣会非常的细致啊，会非常的细致。水晶粉就是有这么个好处，但是你再去塑形的时候，然后它对你的要求也非常的高，你的手法一定是非常纯熟啊，非常纯熟，你才能雕出这个花瓣来。然后我们就是下面的地方是需要用力的，你就用你的笔根处啊，笔根处它的毛发厚实一点，然后就用笔根处去这样压一下它，让咱们整体的这个花瓣都很薄啊，都很薄。侧面给大家看一看，是不是特别的薄啊？然后像这种花瓣，你去做内雕，它才好看。然后我们再来取一点点粉啊，这个怎么取粉？咱们就回顾咱们的水晶课啊，然后我们把第二瓣放上，我们先等一等它，让这个水晶粉流到咱们的这个水晶球上之后，我们等一等它，然后我们再接下来啊去雕我们的第二个。你可以等一会儿，就等它1-2秒钟啊，然后让它这个稍微的有一点固化，你再去操作，这样好操作啊，这样好操作。我就是给大家做一演示啊，我们先看看怎么去进行操作的，是不是？这个技术我们可能在市面上不会用，但是我们一定要会啊，然后流行这个东西，今年流行这个，明年流行那个，你不一定哪一天它又流行回来了。那么你们在流行回来再去学习的话，就为时已晚，不如早就掌握它，练练它，早就掌握好它。然后到时候再流行回来呢，大家也可以就是继续的啊，去运用你们学习好了的这些技法去进行一个拓课也好，怎样也好啊。然后这个咱们也是稍微的让它干一干，然后再进行塑形。然后如果你觉得你笔上的液体有点多，你就在清水上去蘸，在那个纸巾上去蘸蘸啊，把这个多余的这个水分啊，这个液体啊给它吸掉，然后再去塑花瓣。你看，我就是用笔尖去这样赶着我的这个水晶混合体啊，然后这样去走的，看到了没有？就这样赶着它走就行了，然后再进行一个花瓣的塑形，就这样压一下它啊，压一下它，然后可以这样整体的给它塑一个形。这个你可以做5瓣花啊，也可以做这种3瓣的花。我给大家做一个这种3瓣叠加的花，教给大家。然后我们的后端啊，我们就是可以这样按一下它，用我们的这个硬毛的地方去按一下它。好，看了吗？这是3朵花瓣啊，就这样完成了。然后接下来咱们再叠加上面的，然后我们在取这个粉的时候。因为我们这3个花瓣的脂粉量，咱们差不多已经有数了啊，心中有数。然后我们再在取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粉就要比第一个的粉，第一层的粉要相对来说小一点，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往下这样去取，你就能看出来啊，大体有多少粉了。然后我们的这个这个第2层放在哪？放在2个花瓣之间，2个花瓣的中间啊，2个花瓣的中间，然后你再去按压它，然后第1层花瓣咱们是相对来说要薄一点，那么这一层花瓣你可做薄可做厚都可以啊。你愿意做的它薄一点呢，就做的它薄一点；你愿意做的它厚一点呢，就做的它厚一点。但是你的花瓣位置一定是放在2个花瓣之间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这样你才能做出来的效果好看。好，我们来给它堆一堆，塑形。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这样哈，往里一收，你看到吗？它就出现了这么一个花心的感觉啊，花心的感觉。好了啊，我们第
第4个花瓣完成了，这是第4个了。然后同样的手法，我们再去取水晶粉啊，也是这样往下压笔的去这样去取一点一点的啊，然后掌握着这个量。然后第2个花的花球，这个粉球放上之后，然后我们再去这样去用笔尖去按压它。我们修正一下花的花瓣啊，修正一下花的花瓣。好啊，第2个、第5个了啊，这是第5个，然后最后一个，一点点就行了啊，一点点。好，放上去以后，我们先让它自然晕一下啊，时间不要太长，稍微的让它自然晕一下。这一个瓣让它小一点就行。好了，这3个瓣就做完了啊，一共是6个瓣，咱们就这样做完了。这就是水晶花，然后单独的再教大家一个花心，也是这样取一点点小粉球啊，放在我们的这个中间，然后啊，让它稍微的定一定型之后，你就这样去戳它中间一个圆。其实论雕花来说啊，水晶粉雕花是就是虽然难度大，但是它塑出来的这个花朵啊，相对来说更加细腻，就是细感上的东西啊，精细度要强一些。它就是操作起来可能是费点事，但是呢，它论起来的话，它这个精细度啊会更好。它会把这个花做得非常的细节。然后做一个花心啊，它花心是有一点点翻卷感觉的啊，因为我刚才是把这个地方给它翻进来了，对不对？它是有一点点翻卷感觉的。然后咱们这个地方就可以用一个积木棒，尖头的这个地方，我们去给它这样稍微的戳一下，稍微的戳一下。让它有这个花心的感觉啊，然后这个就是水晶花，水晶花你可以，然后这样给它做完啊，可以做完之后上面铺一层咱们的这个光疗胶，它就是或者是水晶粉，它就是内雕了。然后咱们这个就不做演示啊，咱们这个不做演示，咱们一会儿用这个雕花胶的去做演示。然后水晶粉就是这样，然后一个粉的这个就完成了。我们可以在周围给它画一点这个啥。边框啊，像这个我就是配合着这个来的嘛啊，你可以在周围给它画一个边框啊，画一个边框，然后让它的这个感觉更加立体一些啊。然后水晶粉呢，咱们就放在这里。接下来我们再着重的教大家一个雕花胶，因为毕竟这个产品呢，确实它就是时间比较久远的一个产品啊。然后流行的时候也是10几年流行的，然后咱们就做一了解，你们喜欢的你们可以就是练习啊，练习一下，买一个这个啥，买一个那个。白色的啊，水晶液、水晶杯，这个就是水晶杯啊。然后我们用完以后，我们就用洗笔，就是这个水晶水啊，给它涮出来。涮出来以后，我们去阴干它。阴干它以后，如果没有粉的话，咱们就可以直接套上啊，直接套上套，然后保护好它就行了。因为水晶的这个笔会很贵，价位上会很贵啊，价位上，所以说我们就好好的保护好它，然后把这个水晶液盖起来，因为味儿太大了啊，盖起来放在一边。然后咱们接下来就准备我们的雕花胶，我就用这个啊，用这个夹片，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咱们的这一套雕花胶啊，咱们这一套雕花胶。
1、2、3、4，1、2、3、4、5、6、24个颜色，24个颜色哈。先教大家一个调色啊，调色。这个味儿是着实有点呛人了。我们先拿这个棉片把这个调色盘上给它擦一下，擦干净。擦干净啊，然后我们的工具，我用一个小的取胶棒吧啊，工具也给它擦干净，因为你的为什么要擦干净？因为它容易沾毛。你像咱们冬天穿毛衣啥的，它这个毛格外的多。那夏天还差一点，因为夏天基本上穿纯棉的，它们有这些纤维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先把工具给它擦一下，省得它等会儿有毛发挥的时候影响发挥，对吧？好。先放旁边，然后我教大家怎么去调啊。今天我先教大家做一个这个调色啊。然后我先准备这一个蓝色，你看这个蓝色很好看啊。准备这一个蓝色，这是个原色蓝啊，原色蓝。准备一个蓝色，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调试啊。我们进行一个调试，可以用这个灰色啊配蓝色，我给大家调一下，你看看。然后灰色配蓝色，调出来是一个什么效果？就跟橡皮泥一样，你捏就行了，就是一个灰蓝的效果。这个灰蓝的效果相对来说要洋气一些，要洋气啊。能看出来了吗？它两个颜色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因为雕花胶啊，你这个胶它是预灯固化，对吧？预紫外线固化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你买的胶很硬的话，那么你在操作的时候就建议你怎样，就表面盖一层纸巾，把纸巾盖一下，因为你的这些灯源啊，它也可能会导致它颜色啊，不是这个胶体固化啊，胶体固化。那你像咱们这个胶呢就软硬比较适中啊，给调一下，你看这个颜色就相对于来这个颜色就比较的洋气了，是吧？然后这个颜色就可以啊，这个颜色也可以。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同时的基础上再给它调一点，明白吗？就是在这个颜色的基础上再给它加一点点胶，让它的颜色稍微提亮一点。就是你们在调胶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去调啊。好，然后我是要做4个颜色的层次，我先给大家做一个立体的这个玫瑰花。然后我这一个颜色啊，我取出来的这一点点颜色，我是要做一个玫瑰花的这个花心部分。那么花心我们的颜色都知道是最重，对吧？是最重的。然后呢，我们在取的时候，我们再加一点点灰啊，再加一点点灰色。然后你看，先把中间色调出来雕花，然后把中间色调出来以后，我们再去做这个深和浅啊。我们先把中间色做出来，然后我们再去做深和浅。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最深的一个颜色。如果你觉得不够深，你可以再加深一点。这是第2个颜色，这是那个中间色，用中间色去调浅一点的，用中间色去调深一点的。然后这个是原色啊，咱们看看这4个颜色的效果。然后用这个去搭配，省得我就前期再给大家做了啊，前期再给大家做了。然后咱们老师这个呢是一个封层，亮面封层，亮面封层上去操作。这个亮面封层咱们要用什么呢？擦洗封层啊，懂吗，伙伴们？咱们要用擦洗封层，擦了之后再去做啊。它更结实，它更结实。但是你们没有的话，你们用钢化封层也是可以的。我一般都是用钢化封层。好，擦护手霜，咱们开始进行操作了。先教大家做一个玫瑰花，然后我们再教大家做一个小熊。就是除了这个玫瑰花以外，我们还能做什么？还能做小熊啊，还能做蝴蝶结，还能做小兔子，还能做等等等等一系列你想要做的东西。这个就随着咱们的这个技法纯熟度，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进行操作就行了哈。然后雕花笔，纸巾我就用刚才的那块水晶粉的纸巾就行了
好，放在这里啊。纸巾，你们用这个厨房纸也行啊，用这个纸巾也行。然后雕花啊，雕花，然后甲片、清水，看到了吗？清水，然后雕花工具啊，雕花工具，什么样的都可以啊，这些工具你都可以用，都可以。然后根据你自己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取一点点我们的这个雕花胶啊，放在甲面上。看啊，宝宝们，我手沾了一点清水，我开始揉球，揉一个小球。我不看手机了，我看我的手啊。然后我们的雕花笔沾清水，好，先去压一下笔。为什么？我们先把这个笔上的水分多余的给它吸一下，然后我们再去按这个小球球。这是一种啊，这是一种，这是一种花心的操作。我先做花心。好，你看整体的啊，整体的这个小瓣你已经压出来之后，你给它稍微的吸一吸水，只吸上面不吸下面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卷这个球啊，我们去卷这个花心，先这样卷过来，看到了没有？卷过来以后你就这样搓一下它的一端啊，搓一下它的一端，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在咱们的甲面上。咱们找，我在这卷啥呢？我在这找啥呢？我是在找这个中间线，看到了吗？你在卷的时候，它是有一根这个中心线的，然后咱们去定这个中心线的位置。好，我们这个就已经放在甲面上了啊。我们去把它放在甲面上之后，我们用我们的笔去按压它，去调整一下你这个花骨朵、花心想要让它待的一个位置。啊，中心线在这儿啊，中心线在这儿。好了，我们接下来照灯固画。这个是有一点点难的，所以我们就是不要着急，咱们边讲边操作，细细的给大家进行讲解。那么我们那一个在照灯的时候，我们这个也不要闲着，是不是？我们再去搓一个小球，然后呢，我们在搓这个小球的时候啊，我们是这样，只压一半儿，大家看出来了吗？我是只压一半儿的，我底端是厚的，然后我上端是薄的。我底端这个地方是厚的，我上端是薄的，然后我们去整一整它的形态啊。好，你看这样，我们再去吸一吸它的水分。好，拿过你的甲片来，第一瓣的定位在哪里？就是在那个中心线花心的位置，你把这一瓣贴上去就行。啊，懂了吧？这是你的第一瓣的位置啊，中心线这个位置，这是第一瓣，然后用这一瓣花去包裹你的花心啊，花心，然后给它压一下啊，压一下，一边是收的，一边是开的，看到了吗？一边往里收，一边往外开，做的夸张一点，让大家好理解啊。这个你是往里压的，是收的，然后这个你可以翻一下它，稍微翻一下它，往外开。照灯的同时，我们在做第二瓣啊，第二瓣，咱们前几瓣都是用这个深颜色的胶啊，为啥？因为我们是让它从深到浅，慢慢往外翻的一个状态，慢慢往外翻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调的这个胶，为什么要教给大家调胶？就是想让你雕的花瓣颜色更好看啊，配色更洋气。所以说，我们就是调一下胶。那么，你像这个花，我一个颜色能做出来吗？当然能做得出来啊，当然可以。但是相对来说，就不如这样调出来的这个颜色洋气。好了，我们第二个瓣放上了之后，我们先去压根部。看到了吗？咱们先把根部这样给它压一下啊，这样寸胶嘛，压一下。压一下之后呢，我们这一瓣啊是这样贴一下的，看到了吗？然后这个其实它翻瓣的这个效果就是可以的，你动也好，不动也好都行。但是你想啊，就是一半压一半，这个地方它是这样的。好，这个瓣就可以啊，这个花瓣就可以照灯。然后照灯的同时定个6、7秒、10秒都行啊。然后这是第三个了，对吧？第三个咱们就用完了啊。然后这个瓣就相对来说大一点，这个你取胶量不要太多，但是你稍微多点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做花瓣的时候就给它压的厚一点，它就小了，对吧？那么你压的薄一点，它就大了，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咱们这个笔上如果就像我这样，这个笔好脏，
然后咱们就用洗笔水给它洗一洗。拿出来啊，拿出来，我们把第3瓣是这样放上去的，看到了吗？一半压一半，一半压一半。我们先去整理一下根部啊，把根部给它怼实。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这是第3瓣了，我们就可以做翻动了啊，可以做翻动。你看，就是这样拿一下这个，去做一下翻动就好了。拿这个小毛去这样刮一下它，看到了吗？这样压一下它，它就出来了这个翻动的效果了啊，出来翻动效果。然后我用这个清洁棉片把上面多余的胶给它清一下啊，清一下。也可以用洗笔水给它洗，洗完了之后你再去蘸清水。我这个笔的时间太长了，你们如果要是自己的雕花笔的话，应该是新的，还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然后咱们接下来再取一个瓣，也是蘸了清水啊，我发亮的地方都是蘸的清水。然后我们再用笔蘸清水，吸稍微多一点的水分，给它这样，你看它这样，因为我笔给它清理干净了，它就不粘了，你看了吗？它一点也不粘了。我刚才是因为我笔上有多余的雕花胶，我在开课之前我没有弄啊，所以它就粘。然后你看它这样是完全不粘的。然后在这个纸巾上给它吸干水分之后，你拿着笔这样戳一下，戳一下，它就粘上来。然后我们的就是这样一圈压一圈。刚才咱们不是雕的这一半吗？对吧？然后接下来咱们就是第2层了，然后咱们就这样一圈压一圈的。同样啊，你也是有一边是贴的，有一边是开啊，能看出来吗？然后这一边如果贴上去的话，那么这一边就是打开的啊，打开的。然后同样的，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从第4瓣啊，1、2、3啊，从第3瓣开始就开始给它做这个褶皱花型了啊，我们就是这样。稍微往里一推，它就出来了啊。照灯，然后照灯的同时，我们再去做下一瓣。然后整体的这个花杆要根据你们想要给它塑的这个大小，一般5、6朵，不是6、7个瓣也能成一个花瓣，然后10来个瓣也能成一个花瓣啊，就是看你要求你的这个花的大小。然后这个形态是什么样的形态？然后我给大家演示的话呢，这个花我就会做的稍微的大一些。为什么？让大家看出来这个蓝色的层次感是怎么做出来的啊？所以说这个花的花会稍微的大一些，然后咱们也可以做小一点啊。然后好，我们接下来做这个啊，放上去，你看它就能贴住，因为胶与胶之间它是可以粘合的啊。雕花胶是可以贴合于雕花胶的。这个让它往里收，往里收啊。然后你看这个瓣它本来是这样的啊，我再细细的再跟大家说一遍。好，我这样能看得见，我这样聚焦是不是？然后你的笔是这样的啊，看了吗？这样压着它往下走。然后出现这种波浪纹啊，出现了这种波浪纹。这样压着它啊，你这样往下一压，然后往里一推，它就出现这种波浪纹了。你看这个花是不是灵动感马上就出来了？然后咱们就是这样一半压一半，一半压一半啊。好，如果你们想要这一套工具啊，你们就可以来找露露老师，然后露露老师把链接发给你们。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牙科的调刀啊，牙科的牙料调刀。好，然后吸一下水分啊，吸一下水分，拿出来，你看。还是这个笔上有那个啥粘有的那个胶，在棉上擦一下。多蘸水它就不粘了哈，多蘸水。还是有点。你们可以准备一个洗笔水的碗碗放在旁边，
洗笔水的碗放在旁边，然后到时候在操作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那样去操作了，就涮一下就行，省时间。这个大一点啊，这个大一点，刚才那个有点小。这一个格外不听话，大家发现了？这一个格外的调皮，它不听话，那些都没有问题，就是这一个格外的不听话。好，在这儿了啊，在这儿。好，我们也是放上花瓣之后，我们就先压底部，把底部给它寸的啊结实一些。然后因为这是个根基嘛啊，这是个底座底基，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开始塑上面的位置啊。然后它是这样，你看这个往里收，这个就可以打开啊，这个就可以稍微的打开。然后这个打开，那个就往里收，这个打开吧，这个打开，这个往里收吧，这样比较像那个玫瑰花的那个层次感的感觉啊。然后接下来注意了，细节在这里啊，我们再去雕。这个波浪线有点大了啊，这个波浪线有点大，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也是这样啊，然后再接下来看啊，我们是已经做了一个多取一点，看到了吗？然后你再上手揉球，然后你揉的这个球其实它是有一个这个层次感的渐变效果的啊。你看，给你揉出一个球来，你是有这种层次渐变效果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压这个球，去压的时候它也是一边深一边浅这个颜色，对吧？然后咱们在压的时候也是一边深一边浅，那么我们就找一个好看的角度去给它进行操作。你看像这个就很好看，是吧？上面深下面浅，咱们就找这种好看的一个角度去给它做啊。然后这个地方给它放上来啊，给它放上来之后也是根部压实，根部就给它这样戳进去就行了。然后我们还是要给它翻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花瓣的感觉。花瓣尽量往下翻啊，翻的同时它可以给你遮住一些这个花根的位置。花瓣就是也不要翻的过于太大，因为你可能没有做到那个状态的时候，你翻的太大，它反而显假哈。这个其实因为我上面它是一个斜着的状态，我上面呢它其实可以够到底了，然后我下面呢就空隙有点大，那个没有关系。好，我们再来取啊，这个就基本上全部用完了这个颜色。然后我们再来取最后一半，它这个胶量多啊。然后同样的，我们也是这样揉一个小球，然后揉的时候稍微的轻一点力气啊，你劲儿大了，你可能就揉成一个颜色了。然后仔细看一下，这边是浅，对吗？然后后面是深。然后我们再去做的时候，也是让笔上沾满水，然后去压它。好，这样看一下啊，有深有浅是吧？有层次感。然后浅的那一面朝上啊，浅的那一面朝上，深的那一面呢是根部，深的那一面是根部，吸水分，吸水分，把你觉得好看的那一面啊朝上，懂吧？就是你觉得哦，我这个调色的这个颜色好看的那一面你朝上，然后同样的啊，把它塞进去，然后翻上来。啊，这是最后一个瓣就可以了啊，最后一个瓣放在这就可以了。同样的根部啊，给它堆一下，根部给它堆一下，堆，让它的颜色，让它的这个根部啊，彻底的与底下的雕花胶结合，这样你的这个雕花才结实。然后好了，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笔啊弄干净，咱们就是细节的地方就把笔弄干净它，然后我们接下来去翻瓣，这一半是最后一半了，重要一点，然后就是这样去翻一下它。看了吗？
我是怎么这样推着它往里走的啊？我是这样怎么推着它往里走的？好，咱们的这个小的花朵啊就完成了。然后咱们在雕花的时候，你正面看，咱这个花朵不要超出你指甲的位置啊，不要超出去。然后整体的这么做。然后这一朵我没照灯啊，最后的这一个瓣我没照灯。如果你啊就是什么的话，手头上饰品多的话，你可以贴一些合金类的东西啊，贴一些合金类的东西。然后我这个为啥没有那个什么啊，没有那个照灯，是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放饰品的时候，我的饰品是可以镶嵌在里面的，看到了吗？你是可以这样镶嵌一下的啊，镶嵌一下的。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在放完饰品以后，我再加一个大珍珠啊，我再加一个大的珍珠，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然后你看啊，我可以把珍珠放在这，然后那是一个小珍珠，然后我这个是没有照灯的，没有照灯，你这个花瓣啊是可以这样再去操作啊，翻动下来去包着你这个珍珠的。懂了吗？大家就是你这样可以去包着珍珠，就是让这个花与珍珠镶嵌于一体。然后你说老师，我怕我后期我这个胶它那个粘不了这个珍珠咋办？你再去填缝就行了，你再用你的这个填缝笔啊，类似于一系列的这个补胶的东西啊，然后再去填缝就行了。然后你看，然后这个的时候，因为我已经让我的这个珍珠和我的这个花融为一体了，我接下来布画一下它，然后。咱们就可以准备一些你们经常用的这些饰品了，对吧？然后找几个小的饰品给它做一个搭配，可以用这种合金的啊，可以用这种很夸张的合金饰品，配上也很漂亮。你也可以简简单单，根据自己啊，简简单单的配一点这个这种，看到吗？这种小的饰品，我就给它配上2个小金棍就行了啊。这个演示的话就简简单单的来，然后夸张的话咱们就可以加合金。然后咱们这个已经出来了啊！我这个花其实是可以配着这一套水晶的，对吧？不管是那个啥都可以配。就是咱们在配色的时候就同色系。我为什么挑甲片啊？挑了一个这个蓝色底，就是因为蓝色底的晕染可以和它很搭配。然后我一般粘钻我就是这样啊，我就是这样去粘。把它放到这个2个钻之间的缝隙里啊，缝隙里。然后你像这种铁质的、合金的这种啊，你就是在那个做的时候，你可以两边给它，你像不管是链条呀，还是这种啊，你可以两边给它堆一个小钻石，两边堆一个小钻石。你也可以两边给它堆一个小珍珠，为什么？因为它不好看啊，它这样露头不好看，你可以给它堆一下。然后我给大家稍微的放一个，你们看看，这里边有一个小钢珠，可以拿出来啊，用手机。小珍珠，雕花虽然是感觉工艺很复杂啊，但是你如果要是说练的速度提高了的话，雕一个花10来分钟啊，基本上就完成，而且你的米数能增加1半以上。你根据你不同的花型，你可以要价啊。然后你像这个咱们的这个花呢是有饰品搭配，然后咱们的这些饰品都是很简单的这些饰品啊。然后你像合金饰品的话，一个饰品能到20-30，你可以整套给它搭配，整套给它搭。然后你说我这一套可以多少钱啊？一套可以多少钱？你也可以就是单个去算都行，根据你自己个人的这个情况啊，你单个去算也行，你整个去算也行，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地方啊，也是放上个饰品啊，咱们把这个金属的这些两头都给它堵上，然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可能刮头发，它也有可能呢影响美观。咱们就是在操作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就多注意一点细节部分。然后我们再去搭配几个啊，再去搭配几个。
雕花你随便去搭配，你搭配饰品、搭配珍珠、搭配钻石都好看啊，都好看。好了，整体咱们这样就搭配完成了啊，搭配完成了，照灯。照灯我们可以用这个封层给它周围都封一遍，也可以用这个填缝笔只把钻石这个封啊，只把钻石给它填。然后花呢，我们就是要这个磨砂的效果。如果你想要亮面效果的话，咱们就可以真假涂磨砂封层。但是我就是个人喜欢磨砂质感，我个人比较喜欢磨砂质感，所以说咱们的这个粘钻胶它也是免洗的，你就这么留着就行了。然后我给大家就是包个边啊，包个边。然后我一会儿给大家做个水珠，你们看一下啊，亮面的效果大体就是那么个感觉。然后你可以用这个你的填缝笔去给它做一个小水珠，整体给它包一下啊，整体给它填上胶，包一下。好，然后咱们看一下啊，咱们可以在这儿做一个小水珠，小小的水珠，亮亮的感觉啊。然后这种水滴效果就可以用这种去做，看，照灯，点上水珠快速照，因为咱们的这个胶是属于这个，咱们的这个胶是属于比较稀的啊，所以说你不快速照的话，它可能就容易淌胶。好，嘟嘟啊，这个亮亮的就是一个小水珠的状态啊，然后整体的给它做完了，然后这个是咱们的这个雕花胶啊，雕花胶就是在做这种立体的效果的时候，这个是水晶的，这个是雕花的，在做这种立体效果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然后接下来咱们再来做一个，教大家做一个这个，这是一个锥形的啊，锥形的。然后咱们再来教大家做一个这个三角形的啊，三角形。然后取一点雕花胶，就是三角形的花心。刚才那个是锥子花心，刚才这个是锥子花心，然后再教大家做一个三角花心啊。三角花心是怎么样的呢？来看一下啊，我只教大家做花心，后边的就是都一样，后边的都一样，它只是花心有点不一样啊。找个夹片，稍一等啊，我再给大家把这个夹片放上。好嘞，看啊，咱们再去做这个花心的时候，你是这样。把它这样放在夹面上，按一下底部，你看雕花胶就是有这么个好处，你想怎么弄它就怎么弄它啊。好啦，准备看啊，然后咱们再去做这个三角花心的时候，你看你就是用你的手去这样捏一下这个胶，看到了吗？你就是用你的手去捏一下它。我再给大家重新做一遍啊，重新做一遍。这个有点厚，咱们就是做的时候把它做薄啊，把它做薄，它这个有点厚，它效果出不来。我多捏点吧，我捏个大的，太小大家演示的时候看不见是吧？我捏一个大的啊，就是花心。如果做这个黑色的这种很酷炫的这种，然后它这个花心啊就是一个三角花心，它这个花心是一个三角花心，然后这个花心呢就是一个锥子花心啊。然后做那种就是很酷的感觉，你可以做这种三角花心。然后同样的，我们也是同样的手法啊，只有花心不一样，然后前边的都是一样的。然后花心还可以做那种各种各样球形的啊。然后咱们大家就是学会了雕花，然后我就这堂课咱们先练习，练习好了呢，我就会给大家出教程，把各种各样的这种感觉啊都给大家就是出上，然后咱们就多练，因为咱们的课程有不断的这个更新，是不是？然后好了，你看这个就竖起来了，是吧？竖起来之后，然后这个瓣是做的相对来说大一些，咱们就好好的去看啊。然后是这样，你去捏的，捏出来的三角花心。然后三角花心，我们这个呢，就是再用笔去给它修形啊，然后让它就是竖起来。好，然后这个我先照灯啊，这个我先照灯，就是教大家捏这个花心。我们就是以3到4瓣去做一个花心。这个大啊，你们在操作的时候要小，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做大花啊，我只是教大家做花心，然后每一朵花瓣的每一个瓣也是像这第一个给大家操作的那样去操作的。然后我们就是2个花心不太一样，这个为什么拿出来着重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因为可能你们就是在操作的时候啊，搞不明白，哎，这个花心是怎么做出来的啊？你像别的花心就很简单了。
就是这个需要着重的给大家说一说。然后也是一半压一半啊，先把它去摁上去，摁上去以后，我们把根部给它压实，根部压实，同样的根部压实啊，根部压实，然后再去捏这个，看啊，捏一下它，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再用笔去给它正一正。这个花心，好，照灯啊。然后咱们再来做一个，4个就能做出一个花心来啊，4个就能做出一个花心。你看，这就是那个原色。其实这个蓝色单独做也不难看啊，不难看，就是有点马卡龙色的感觉。它这个就像橡皮泥一样，你可以随便的塑形。也是在2个滑板之间啊，给它放上去，然后给它压底部啊，压底部，底部结实一些。好，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再捏一下啊。然后这个花心出来了，再照灯啊。然后咱们这四个就能给它组成一个花心。后面呢，我们还是就这样一层压一层，一层压一层的去给它操作就行了，好吧？然后咱们的这个雕花呢，就是花朵就是这样啊，花朵就是这样。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雕花，然后咱们就是先实际操作啊，实际操作。你遇到不会的就马上来找我啊，马上来找我，然后我会一一的给大家进行讲解。实在不懂的，咱们还是可以1对1啊，1对1。咱们先把这个玫瑰花练好，玫瑰花是最难的啊，就是咱们不是说从简单到难开始吗？但是这个玫瑰花是最难的，在雕花里面，你先把玫瑰花练好，练好玫瑰花以后，然后你再去练其他啊，再去练其他就好操作啊。然后咱们课程里的这些雕花，大家其实这样听了咱们的这个课程，然后再进行去练习的话，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啊，比较简单。好，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花心给大家做出来啊。根部啊，重点就是根部，然后波浪线，然后就是一半压一半的去塑形，好吧？咱们着重的就是这几点。你看，就去这样压它啊，去这样压它，然后再去走走这个每一个三角区域的这个细节啊，每一个三角的细节。但是咱们的这个花心是这样一层包裹一层啊，一层包裹一层。如果你觉得你的三角呢不是特立体，你就再捏一下它，再捏一下它啊。然后咱们的这个花型，你就可以再去翻一下它啊，让它裸露出来。但是我们的这个中间位置的这个地方，心心啊，还有哪里都是三角的状态啊，都是这种三角的状态。然后这个呢是三角的玫瑰花心，这个呢是锥子的玫瑰花心。然后我们有这个原花胶的啊，宝宝咱们就是多多去练习一下。然后你们没有水晶粉的啊。没有水晶粉的，然后这个就做以了解就好了，这个就做以了解。我们市面上现在流行的就是这种雕花胶的，好吧？然后咱们就多多练习。